这个颜值与流量被无限放大的时代，谭松韵的出现仿佛是一种逆流。她没有惊艳四座的第一眼冲击，也没有强烈到让人难以忽视的气场。她更像是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普通女孩，温和、安静，没有攻击性。但正是这种没有攻击性，却成为她最锋利的武器。她的起点并不耀眼，早期作品中，她饰演的大多是配角，乖巧的学生，单纯的少女，温柔的邻家女孩。这类角色虽然讨喜，却极容易让演员被贴上标签，甚至被观众忽视。然而，她做了一件很多人忽略的小事，星号星号，打磨细节，星号星号。一个眼神停留的时长，一次微笑的弧度，一句台词的呼吸节奏，她都在反复雕琢。她没有试图惊艳观众，而是让观众习惯她的存在。久而久之，观众对她的记忆不是哇，这个演员好厉害，而是星号星号，她演得很舒服。星号星号，而舒服恰恰是最难达到的境界。随着知名度提升，围绕她外貌的争议开始出现。太年轻了，演不了成熟角色，脸没有层次，戏路会越来越窄。这些声音并不陌生。娃娃脸在娱乐圈是一把双刃剑，它意味着亲和力，也意味着局限性。一部分观众认为这种外形难以支撑年龄跨度较大的角色，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在千篇一律的精致脸中，这种自然感反而极具辨识度。关键在于他的选择。谭松韵并没有试图通过医美或刻意造型去变成熟，他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。星号星号用演技覆盖外貌的局限。星号星号，他通过细腻的情绪层次，让观众逐渐忽略脸，转而进入人。他可以在同一张脸上呈现出天真、脆弱、坚强，甚至隐忍的复杂变化。观众不是被说服，而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入。当观众开始忘记他的外貌标签时，他已经赢了。在流量至上的时代，连续3次登顶收视榜并不是偶然，这背后其实是一套极其清晰却不张扬的逻辑。星号星号，第一是选角策略。星号星号，他偏爱那些与现实情绪高度贴合的题材，成长、亲情、爱情、遗憾。这些故事不需要复杂背景，却能直击人心。星号星号，第二是共情门槛极低。星号星号，他的表演不需要观众理解，而是让观众直接感受。没有距离，没有门槛，甚至不需要思考。你看他的戏，不是在分析角色，而是在经历情绪。星号星号，第三是稳定输出。星号星号，在这个报一部就消失的环境中，他的作品保持着罕见的稳定性。观众逐渐建立起一种信任，只要是他的剧，大概率不会失望。这种信任比任何营销都更有价值。如果把他的3次登顶当作3个阶段，会发现一个清晰的成长路径。星号星号，第一次是契合。星号星号，他与角色高度匹配，几乎像量身定制。观众不是在看表演，而是在看他本来就是这个人。星号星号，第二次是突破。星号星号，他开始挑战更复杂的情绪结构，从单一的甜美转向多层次的内心变化。角色不再单纯，而是充满矛盾与张力。星号星号，第三次是掌控。星号星号，他不再依赖角色类型，而是能够掌控节奏。什么时候收，什么时候放，什么时候让情绪停顿，全部在他的掌握之中。他的变化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转型，而是一种星号星号几乎察觉不到的进化。星号星号，但正因为不突兀，观众才愿意跟随。谭松韵的成功并不仅仅是个人故事，它映射出整个行业的变化。当越来越多作品依赖热搜话题颜值刺激时，他选择了一条更慢的路径。星号星号，作品积累加观众信任。星号星号，他没有频繁制造话题，却始终存在。他没有极端风格，却持续被记住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打破了一个长期困扰女演员的焦虑。星号星号，年龄焦虑。星号星号，他没有逃避看起来年轻这件事，而是将其转化为一种资源。他可以演少女，也可以演成熟角色，不是靠外形改变，
而是靠状态与情绪。这意味着，观众正在从看脸转向看感觉。星号6，争议从来不是负担，而是影响力的证明。星号，有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，星号没有争议的演员，往往也没有存在感。星号，围绕他的讨论从未停止，有人质疑，有人支持，有人分析，有人争论，但正是这些声音让他始终处在公众视野中。谭松韵并没有正面反击这些争议，而是选择了一种更克制的方式。星号用作品回应。星号，他不解释，不辩论，只持续输出。时间成为他最强的回答。在娱乐行业里，天赋常被过度神化，但真正拉开差距的从来不是一瞬间的灵光，而是长期的稳定。谭松韵最值得被深入讨论的一点，并不是他能演多复杂的角色，而是他几乎从不失控。很多演员在某个阶段爆红之后，往往会陷入两种极端，要么疯狂接戏，透支观众的新鲜感，要么急于转型，强行挑战不适配的角色，结果反而削弱了原有优势。但他没有，他的选择看似保守，实则极其清醒。他不会为了证明自己而盲目突破，也不会因为舒适区而停滞不前。他的每一次尝试都在原有基础上微调，而不是推翻。这种策略的核心是对自我边界的精准认知。他知道观众为什么喜欢他，不是因为惊艳，而是因为可信。他的表演像现实生活中的人，而不是戏剧化的角色。因此，他不会轻易打破这种信任关系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对节奏的控制。在一个追求曝光率的环境中，很多演员害怕被遗忘，于是不断制造存在感。但他反而懂得留白。当作品结束，他可以安静一段时间，让角色在观众心中沉淀。这种不过度出现，反而强化了每一次出现的重量。真正的稀缺，不是你有多特别，而是你是否始终如一。而这种始终如一，在浮躁的行业里，已经成为一种近乎奢侈的能力。如果把整个故事再往深一层看，会发现一个更值得思考的现象：观众其实正在悄悄改变。曾经，我们被快速刺激吸引，高颜值、强反转、极端情绪，但这些东西的保质期越来越短，看完之后，很快就被新的内容取代。而像谭松韵这样的演员，提供的是另一种体验，不是瞬间上头，而是慢慢沉进去。他的角色不会让你立刻震撼，却会在某个普通的瞬间，突然让你想起一句台词，一个眼神，甚至是一种情绪状态，会在现实生活中与观众产生回声。这种延迟共鸣才是真正持久的影响力。所以他3次登顶的答案，真正令人意外的地方在于，他并不依赖任何爆点，没有极端营销，没有话题炒作，没有刻意制造争议。他甚至不需要站在舆论中心，他只是持续地把一件事做到足够好。这在逻辑上很简单，但在现实中却极难复制，因为它需要时间、耐心以及对短期诱惑的克制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条路径才显得如此反常识。当大多数人都在追求更快、更强、更刺激时，他选择了更慢、更稳、更真实。而最终结果是，他不仅没有被淹没，反而成为一种参照。也许这才是这个时代最值得被记住的一点。真正长久的成功，从来不是赢在起点，而是赢在选择不动摇的那一刻。